支付宝、微信如何去绑定境外的银行账户来消费，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国内去花美国银行里的钱了，不用跑去银行取现，不用花取现手续费，也不用担心被风控了，其实是可以做到零手续费的。如果我们在国内来消费美元的话，在汇率方面我们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经常有小伙伴问我开了一个美国银行账户或者其他境外的账户，我能不能在国内去取钱，或者说能不能在国内去刷卡消费。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外银行账户如何更有效率的在国内使用。很多小伙伴开境外的银行账户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家银行能不能提供实体的银行卡，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只有了实体的银行卡之后，这个账户才能够正常使用。这主要是受国内银行账户的影响，因为国内所有的银行在我们开户之后默认都有一个银行的借记卡，而且这张借记卡的卡号和我们的银行账号是一样的。但是美国那边的银行和我们国内是有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银行它不需要有借记卡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只用通过支票账户号码就可以完成消费缴费。另外还有的小伙伴想要银行卡，最主要的原因是想用这张银行卡在国内的 ATM 上取现，但是美国的银行卡在中国取现也会遇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取现会有一定的手续费，手续费主要是根据不同的银行来算，可能会在50到300人民币左右。另外其实在中国取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风控，如果说我们拿着美国银行的银行卡直接在中国的 ATM 上取现的话，比如说 BOE 或者花旗，那么大概率的话这张银行卡就会被马上冻结，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取现的。想要在国内取现，正确的做法是先去联系客服做一个旅行备忘，其实很简单，就和客服说我最近在中国旅游或者生活，我需要在中国提取现金，这样的话我们在取现的时候大概率就不会被风控。但是这依然不是我最推荐的方法，因为大家取现基本上都是用来消费的，如果说大家想要用美国银行账户里面的钱去消费的话，那么最推荐的方法是直接把美国银行卡去绑定支付宝和微信来进行消费。目前在国内我们出去购物用到现金或者刷卡都已经非常的少了，基本上现在 99% 的人都会选择用支付宝和微信去消费。好消息是支付宝和微信都支持绑定境外的银行卡来直接消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拿着境外的银行卡还提心吊胆担心账户被风控去取钱，去取钱的话还有限额有手续费，还会担心被风控，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银行卡来绑定支付宝或者微信来直接进行消费。接下来的话我就和大家演示一下境外的银行卡如何去绑定支付宝和微信来进行消费。首先我们绑定支付宝，我们打开支付宝，点击我的，选择银行卡，然后选择添加银行卡，在这边输入自己的美国银行卡号，选择提交卡号，下来的话输入卡片的名字，就是我名字的拼音，卡片的有效期和安全码，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已经绑定成功了。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备注银行卡，比如我这边绑定的是 Access 银行，直接去输入 Access。假如我们在淘宝购物，或者说我们在盒马买菜，都可以去用这张卡去支付了。比如说我这边在盒马下一个订单，选择支付宝支付，选一下刚刚我们添加的美国银行卡，尾号是4132的，可以看到这边是需要支付 3% 的境外信用卡服务费，然后点一下确认付款就可以付款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微信，微信这边点击我服务，点击钱包，点击银行卡，然后点击添加银行卡，这边同样的输入我们境外银行卡的卡号，这边的话就输下银行卡的信息，国家我们选择美国，地址的话我们随便填一个，这些信息我们后面消费其实是用不到的。可以看到已经添加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去在拼多多上去购物，选定一个商品，选择支付方式，我们去选择微信支付，这边可以看到是可以来选择我们刚刚添加的那张境外的银行卡，而且我们在这边支付的时候可以看到是没有境外支付手续费的，相比支付宝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然后我们去拼多多去选择支付宝的话，是发现不支持用境外卡去支付的。可以看到把美国的银行卡
绑定支付宝和微信，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国内去花美国银行里的钱了，不用跑去银行取现，不用花取件手续费，也不用担心被风控了。这是我个人目前最推荐的在国内花美国银行账户里面钱的方法了。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支付宝、微信如何去绑定境外的银行账户来消费，其实非常的简单。两者对比起来，微信的用户体验会更好一点，因为支付宝用境外卡支付是需要有 3% 的境外交易手续费，微信的话这一部分是没有的。另外我们绑定银行消费，尽量去选择那些没有 FTF 的银行来使用，也就是没有境外消费手续费的银行，比如说 Cboe 和 Capital One 都是没有 FTF 的， BOA 和花旗是有手续费的。如果再加上支付宝 3% 左右的手续费，其实我们一共要付 5% 到 6% 左右的手续费。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微信支付，再用没有 FTF 的银行卡，其实是可以做到零手续费的。而且目前人民币相对美元也贬值的比较厉害，如果我们在国内来消费美元的话，在汇率方面我们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使用美国银行在国内消费的方法，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想法。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